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华为刚刚发布的 P50 Pocket 啊，它这个中文名字叫 P50 宝盒，也是华为的第一款竖折的这个折叠屏手机。现在每次看到华为的手机都是有一些特殊感情啊，感觉都是开一台少一台的这个节奏，还是这种非常薄的这个盒子，所以就意味着它是没有充电器的啊。和我第一次一起看这个手机，它这个浅色版本呢叫金钻白，这个你摸到这个外层它是有这种菱格形的纹理，其实里边啊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那里边也是有的，形成了一个错位。这样的话呢，光打上去的时候就会折射出更加漂亮的这个纹理，这个有点像瓷质了那种感觉。它其实是一个玻璃啊，但是它做成这种纹理之后特别像瓷，然后两侧包括底边它都做了这个弧面的处理啊，其实它可以叫三弧面。第一次开机。因为它是归属于 P50 系列，所以外画上也是这种万向双环的设计。上边的这是一套镜头模组，它的镜头模组呢，主摄是4000万的一个镜头，然后一个1300的广角，还有一个3200万的，它叫超光谱镜头啊，但是这一套镜头模组都没有详细的这个参数，后期我们实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啊。然后下面这是一个圆形的屏幕，上面这个镜头模组凸起的部分呢，其实都不算是太多啊，就一点。然后下面这个屏幕呢是完全和背板直接做平了，折叠之后它是可以完全严丝合缝的对折的，就是中间是没有缝隙的。Flip 啊，这个是有一个小小的缝隙，其实 Flip 这个已经做的是很好了，但是华为的这个是更加极致，就是额头和底部是稍微的宽一点的，但是是同尺寸，然后两侧也是同尺寸的啊，但是它是两边不等宽，居中挖孔的一个设计。这块屏幕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国产类钻牌的屏幕，之前我们视频中也说很多次，目前国产类钻牌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，442的 PPI 啊，当然这个类钻牌也要乘以80%往下换算一下啊，它是支持1440的 PWM 高频调光的，然后重量方面呢，它是190克，拿在手里呢也不算重啊，电池这个是竖折手机，可以说大家最关注的了啊，它是一个40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啊。如果你要是把它打开的话，它是一个6.9寸的手机，那4000毫安时的电池那肯定不算大了的。后面我们再去跑一下它的这个续航啊。我放弃这个 Z Flip， 我非常喜欢这个手机啊，但是它的3300毫安时的电池实在是不行啊，后面就不用了。然后它展开的这个手机的厚度呢是7.2毫米，合上之后呢，它比这个 Z Flip 还要薄一些啊，这个是15.9，这个是15.2。你别看差这一点啊，但是在这种小体积的手机上差一点差别还是挺大的，猛的一看感觉挺恐怖的，就是感觉把这个屏幕咔直接就是对折了。其实在这里它设置了这个凹陷区给藏了起来，它整体转轴的感觉，我这里也有这个Mate X2啊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它没有特别强的那种悬停感啊，我感觉它几乎是没做。看打开之后，这里看它又弹回去了，然后再往前一点，这里是能够悬停的，当然是卡住的这种感觉啊，这里，然后再往下，但是它不是那种靠铰链卡住，就是它不是特别的实，它是能够晃动的。就是你要说它没有吧，在这个45度快到折上这里呢，它还是有一些的，但是你要说它有吧，在后面这里它又不太行了啊。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甚至觉得你特别怕出现折痕的话，你就不把它合上了，就直接这样直板用都可以啊。因为它这个打开之后，它这个铰链是非常紧的。你看我如果就握持着这个下边这一点啊，这样晃啊，其实都没有问题啊，只有一丁丁这个松动的那种感觉。但我已经用的劲儿是很大的了啊，它是非常紧实的啊，合上之后也是非常紧实的。对折屏来说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折痕啊。这台 Z Flip 我是真的用了一段时间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折痕，它是单道深折痕。目前这个折叠屏的折痕呢，就分为两种，要么是一个比较深，要么是两个比较浅。P50 宝盒它采用的是2道浅折痕的策略，因为现在是刚刚拿出来，所以说这个折痕肯定不是特别深。用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会有一个慢慢加深的过程，然后会稳定在一个区间之内。这是我使用这么多折叠屏的一个经验啊。现在呢，它是2个离得比较近的浅折痕啊，不过这个新机现在确实是很浅的一种情况啊。关上屏幕，看到吗？打开之后，内部的软件就是华为之前那一套，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。这个 HomeOS 2.0，它最主要的就是外画的这个小小的屏幕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分辨率还挺高的啊。
我们滑一下，你看它有这个镜子滑动的这个质感上面也都 OK。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，看，这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个环境。比如说你外屏现在是拍照这个界面，我一打开。哎，它就会自动也打开拍照的界面。它发布会上展示了，比如说你里边是这个导航去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关上之后，它会直接显示这个方向。但是我这个应该是早期的这个软件啊，现在还不支持，就是你不用再打开了，直接就是根据这个手机的这个陀螺仪这个方向，然后指导你这个转弯啊什么的。然后它外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音乐界面。它的扬声器是在底边啊，它上面是没有扬声器的。它这个指纹识别呢是设置在了这个上半屏的这个位置这里啊，然后你关上的时候啊，你当一个手势盒握持的时候，这个手指正好可以握在这里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解锁，比如说看消息啊，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外屏，然后打开之后，它的这个位置啊也差不太多，我感觉，因为它不可能给你做到这个转轴这里啊，就稍微偏上那么一点点。什么紫外线检测啊，你看现在。看一下，它是亮灯的这种淡黄色的灯，我第一次见啊。打开之后，它有一个内外屏的这个衔接，专门根据你用这颗镜头拍出来的照片来进行这个检测啊。当然我在室内啊，这是非常弱的。刚才我看显示好像是21:9，比如之前我们的视频都是21:9的啊。你横过来看我们的视频，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撑满啊。现在把我们的视频横过来全屏，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把你的手机撑满了？是撑满的，请扣1。它这个就是21:9的电影比例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说你看的电影是 IMAX 的，那就不行了。啥时候出一个 IMAX 的这个手机？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很多小伙伴问啊，比如说 Z Flip 的时候，这个单手小白你可以把这个手机给打开吗？我试了一下啊，哎也行，但是就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一个过程啊，就稍微要插进去，然后哎这样能打开。然后单手可以关上。OK， 那最后呢就是性能处理器方面啊，这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悲伤的信号吧，这么重要的一款手机卖到了9000块钱，它没有麒麟9000处理器的版本啊，即便是4G 版本也没有啊，它是88的4G 版处理器啊，上一代的时候还有这个先发9000 4G， 然后再发88 4G， 对吧？但是这台手机我觉得也就意味着真的没有麒麟9000处理器了啊，就真的它一个都放不了了啊，所以它就直接全换成了这个88的4G，是一个悲伤的信号吧，这种局势类型的话，其实在华为近期的几期视频中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啊，也不想再聊了。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不要有任何幻想啊。这个科技它从来都是有国界的啊，这件事情。当你受到制裁的时候，确实让人非常难受啊。这台手机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内外屏的这个联动和这个小屏幕这里啊，它会专门设置一些这个服务的卡片啊，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二维码啊，或者说乘车啊、支付啊什么的，都可以在这里边快捷的显示，你可以自行的这个设置。而且它也说后面会持续的更新啊，里边这个大的主力的这一块就是没什么区别啊，就是跟之前华为手机都是一样的。OK， 这就是一个快速的开箱体验，后面再有什么细节的情况，我们再持续跟大家分享，尤其是它的续航啊，这是我自己个人都比较关心的事情啊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啊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我要的不多，3万就可以了。不管了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